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几乎每天都一定要来上一碗的银耳莲子汤。银耳是滋阴润肺的上品，又有平民燕窝之称，年过半百的我一定要每天来保养一下。银耳的胶质超高，可以让皮肤 Q 弹水润哦。然后要顺利又快速的煮出银耳的胶质，除了银耳本身的品质以外，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哦。如何短时间让银耳快速出胶呢？我们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咯。首先是挑选银耳的部分，好的银耳就是淡淡的黄色，再来就是气味，要闻闻有没有怪味，甚至是被硫磺熏过，有很强的硫磺味，这样的银耳会很难煮出胶哦，就是不管怎么煮都脆脆的。但是说一句老实话，我也会买到那种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实际上是有雷的银耳，就是煮个3个小时哦，银耳才会软的那种，真的快昏倒。不幸买到这种银耳哦，解救方法就是煮的时候加1小撮的食用小苏打就可以解救了。正常没问题的银耳其实很好煮的，记得就是泡冷水，千万不要泡热水，泡冷水至少2个小时。泡过的银耳大概会胀3倍大，泡的水要倒掉，然后这个银耳就可以用剪刀或是手剥，把底部黄色的蒂头呢给剪掉，甚至一部分的银耳想用料理机打碎也可以。我示范一下剪掉黄蒂头的部分呢，就是这个黄色梗梗的部分，这个黄色呢一定要剪掉，否则口感除了不好，有可能会让整锅银耳发酸哦。那我今天是没有用调理机把它打碎哦，我觉得今天就是一片一片的这样银耳，除了看起来好看哦，口感软软嫩嫩滑滑的，稀里呼噜好好吃哦，而且重点它热量很低。如果你没有把握你买来的银耳品质好不好的话，甚至可以在浸泡的时候加1小撮，大概1/8小匙的食用小苏打粉，完全不加当然绝对是可以的，就是单纯泡清水咯。泡过洗净的银耳我们放入锅中，然后放入洗干净的莲子跟红枣。莲子红枣绝对不要泡水哦，尤其莲子不泡水非常好煮哦，这个我在莲子芋头那集有解释过，这边就不说了。加入材料分量中的清水之后，我们就开火，建议喜欢带点汤汁的加1朵木耳就好。我是很需要大量胶质的年纪，所以我加2朵，就直接把它们煮到大滚，记得也是从冷水开始煮到大滚哦。我今天会运用到压力锅，如果只是一般直火加热的朋友，大滚之后改小火慢炖，煮个1个小时以上绝对跑不掉。那我真的没有那个耐心哦，我觉得还是用压力锅来得方便又快速。我今天用 WMF 的快锅，设定最高压，当2条绿色压力指示线升起后，转小火计时20分钟。你也可以用其他厂牌的压力锅或是电子压力锅，但因为每个厂牌的压力磅数值不同哦，我的时间仅供参考哦。你可以参考你买的厂牌的说明书哦，应该都有食材烹调的建议时间。没有快锅又想快一点出胶的朋友，偷吃步就是加上1/8小匙左右的食用级小苏打粉。时间到后我们就关火，等待自然泄压。这个自然泄压的过程有点像是在焖哦，这个自然泄压的过程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。等到绿色指示线完全降下之后，就可以开盖。来看一下，你看这个莲子已经迷迷桑桑了，虽然看起来它们的形体一开盖还是保持得很好，但其实已经非常软绵了。我们要开火来加糖调味，不想加糖的也可以啦，就直接原味哦。想吃的时候加一点蜂蜜也是很健康的。稍微开火滚一下哦，你看整个胶质全部都出来。我这锅是加2朵银耳的，所以很浓，你可以加1朵银耳比较刚好。然后因为我的莲子加的也比较多一点，搅拌的过程有点粗鲁，把莲子都给搅散了，所以整锅呢比较浓稠一点，而且带黄色哦，那是因为莲子的淀粉质哦。想颜色更清爽更白哦，记得只要加1朵银耳，然后莲子少一点，保证汤头透明又清爽哦。不过我是很爱这种浓稠度，我太需要胶质了。超多胶质超美味的银耳莲子汤大成功。银耳红枣莲子汤等你交作业咯。
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